好，我现在到达吐鲁番了，一个大院子，白色的小洋楼，这就是我订的青旅了。哦，这门口的沙滩好像是可以做沙疗的大厅，院子里都有葡萄，还有晾葡萄干的房子。谢谢。这个就是房间了，订的是一个女生12人间，空间还是非常大的，32块钱，是不是还挺划算的？谢谢。多少钱啊？6块哈，谢谢。刚才在那个饭馆里吃饭，我就问老板有没有馕，也就是他家有没有馕，然后他家没有卖的，他就让他女儿骑电动车去帮我买了2个馕，一个3块钱，太感谢那个小姑娘了。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，就要去逛它的博物馆。新疆有2个国家一级博物馆，一个是新疆博物馆，另一个呢就是吐鲁番博物馆。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吐鲁番博物馆，里面还有一些干尸。这个是晋唐时期的彩陶盆，彩绘也是由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传到西域来的，2000多年前的葡萄藤。这个棺看着很小，不知道是怎么装进去一个成人的。仙教也叫拜火教，也就是我们看的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的明教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幅画呢，是吐鲁番的镇馆之宝之一——伏羲女娲绢画。伏羲和女娲是中国神话故事当中的人类始祖，可以看到他们是人首蛇身，上身相拥，下身相交。背后的这一些圆圈圈代表着是宇宙的日月星辰。这幅画其实有一点残破了，可以看到伏羲的手中拿的是圭，女娲的手中拿的是矩。圭呢就是画方形的工具，矩就是画圆形的工具。这幅画也就意味着天地之间的规矩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前面的这一个是吐鲁番的另一件镇馆之宝——镇墓兽，也叫辟邪神兽。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知道它是放在墓葬中的。看它这个长相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怪兽，它是古人想象的一种神物，是保护墓中逝者的灵魂不受怪物侵犯，所以它的表情比较的凶狠，瞪着大眼睛，露出尖牙。其实镇墓兽是来自于中原的文化，这也是中原文化传播到西域的一个重要的物件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巨蜥陈列馆。吐鲁番这里以前也是有海洋跟森林的，大概在2000万年前，青藏高原隆起之后，这里呢就从海洋森林变成了荒漠。随着气候变得干燥，这里以前的大型动物也都慢慢灭亡了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骨架，是国内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巨蜥骨架。看一下它以前长什么样子，长得有一点点像马，但是高度又很像长颈鹿。我们要去看干尸了。吐鲁番由于气候和土壤特殊的原因，出土的干尸保存特别完整。在博物馆可以看到萨满巫师干尸、女性干尸、张氏夫妇干尸。保存最完整的是一具男尸，他身材高大，脸上有刀痕，可以判断生前是一名将士。由于保存完好，皮肤依旧油光发亮，腿毛和指甲清晰可见。有游客说最害怕的是清朝的这具干尸，可能年代相近，衣服完整，看起来有点像僵尸。他叫陈子觉，和他一起出土的是一封家书，但是未曾寄出便离开了人世。吐鲁番的公交车都是这种小车，短短的，很可爱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故城，这里呢曾经是西域古国车师前国的都城。在唐朝时期，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初就是设在这儿。在16年呢，这里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，它就是交河故城。
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叫交河城吗？我前两天在路边上有看到过它的来源。车师前国，王至交河，河水分流绕城下，故号交河，来自于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。它的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这里是车师前国的都城，在城的北边有2条河流分开，绕着城顺流而下，又在南部相交，所以呢就叫做交河城。这座城市如果从上空看的话，它就像一个战舰一样，在古代来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防御性建筑。我们现在看这些其实就是一些土堆堆啊，但是其实呢，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、时间最长的生土建筑。生土就是说没有经过焙烧，只是简单加工的原状土做成的建筑。像陕北的窑洞、福建的土楼，还有喀什古城都是属于生土建筑。并且这座城市的建筑方式也很有特点啊，它叫做压地起土法，也就是说这边的城墙都是从上往下一点一点的挖的。简单的说呢，你可以叫它是人工凿穴，也可以说它是土里面雕刻出来的一座城市。这座城市呢，建于公元前2世纪，是由姑弑人，也就是后面的车师人建造的，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。现在来看，虽然只是一些断壁残垣，但是走在这里还是能想象到2000多年前的繁荣与辉煌的。正前方的这个建筑是中央大塔，下面是塔基，上面是主塔，它是一个佛教建筑。现在我们正前方呢，又是一个塔，它的周围是一大片的塔林，可能我拍不太出来。吐鲁番这里现在大部分都是维吾尔族人，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佛教建筑吗？因为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打通了丝绸之路，交城这里呢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一个驿站。佛教从天竺经过这里传入内地，这里也和于田、龟兹国并称为西域的3大佛教中心。所以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受到了高昌王的热情款待，走的时候还和高昌王泪别交河城，并且感慨道：觉交河之水比泽非多，举葱岭之山方恩其众。但在14世纪，突厥人攻入了高昌回鹘，摧毁了古刹民居，也改变了人们的信仰，之后这里也就废弃了。我买的是夜游交河的门票，感觉晚上这里更安静一些，好像更能跨越历史的长河，跟古人沟通沟通。书生，在这寂静又神秘的夜晚，当群星闪烁，明月高悬，而我犹如一名穿越交河故城的僧侣，带您走进古老交河的夜晚。让我们一同怀着虔诚之心，手捧蜡烛，环绕佛塔，用温暖的光驱散黑暗。现在我们手捧蜡烛去绕大佛寺一圈，这是曾经的佛塔，上面还有4个佛像。天边还有半轮月亮，在夜空中闪闪发光。
现在伴着天边的月光，我们再往外面走，感觉刚刚有跟古人小小的沟通了一下，也就短暂了一下就被拉出来了，因为旁边坐了一个旅行团的大爷大妈们，不停的说话，不停的聊天。希望我以后老了不会变成这种人。现在晚上11点了，我只在早上啃了半个馕包肉。对，弄的小牛肉。哦，就是炖的牛肉是吧？对。然后用跟馕配在一起吃。一个馕，一块牛肉，全部给你切开。这个外面黄黄的是什么呀？鸡蛋。鸡蛋裹的。对。你一天要卖6、7锅。对。切一切，剪一剪，全部切开。蘸了肉汁的呢。锅包肉、馕包肉、酱、辣椒。黄瓜，杠杆的。这个就不吃啊，就用馕这样卷着吃。对，你想卷着吃也行，一块一块吃也行。好嘞哈！第一次尝试馕包肉，好大一份啊！闻着好香啊！来吐蕃之后还没有吃过这种大份的肉，先来尝一块肉，还有点嚼劲呢。我没谁啊？啊，好不好吃啊？这个还行，我刚吃第一口。这叫什么？馕包肉，就是牛肉，然后馕切一切，我的这一块炖的不太烂。有点韧劲，不太好咬。再试一块肉，刚才那个有点咬不太动，大概得嚼个20下。再试一下用馕包着这些七七八八的包肉，放点洋葱，再放一块黄瓜，再来点红椒，一口焖一下。太大口了，不太好咬。这一块馕泡的好烂哦。这一块馕因为泡的比较软烂，肉汤的味会很浓，但是牛肉嘛，其实一般般。这块部分泡的软软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肉看着有点难咬，确实这个炖的不太好。还是这个馕最好吃，它这个中间泡的都是油脂的香味，因为还有一些黄黄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想到它有点像什么了，它吃的有一点点像油条。皮牙子很好吃，皮牙子甜甜的。好辣！我好愚蠢呀！我都已经到民宿了，然后发现我的包忘记拿了。还好，还在。天哪，气死我了！这是当地的一些民居啊，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建筑方式，泥巴的外墙混合着一些稻草。这一个山坡上好多亮房啊，应该是这边的地势比较高，通风好一些。我们看一下里面，还没见过里面长什么样子呢，锁着了。哦，就是这种，有很多的木架子，应该就是这些架子会把它撑起来，然后葡萄干就挂在这个架子上面。我刚刚往后面走了走，看了一下，后面其实是一片墓地，就不过去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学，应该放假了，放中秋节假了。他们怎么不回家，还在这儿打球 ？Hello， 你们怎么不回家呀？我们在打羽毛球。走路你能导游吗？对，带你去青蛙巷。哇！但是我只需要一个导游。哎，只有2个人。哇，他5块，我5块。啊，可以吗？哎，5块啊？对，你俩一人5块啊？那你们不是亏了吗？没亏。对，发要出快手吧？给我出快手吧。我发别的地方 ，B 站你知道吗 ？B 站？对。不知道。那给你奶奶打电话报备一下。请你买5毛钱的巧克力。你要吃是吗？我给你买。不用，
不用，我不吃，你自己买就好了。这是5毛钱的巧克力，巧克力我给你买。不用你吃，你吃。要我给你买。不用不用，你们要吃吗？要不吃。你们2个一人来一个。不用。来，我的你叫什么？你先。穆罕麦提江艾善。穆罕麦提。对，穆罕麦提艾善。有简单的那个吗？昵称吗？叫穆罕麦提。穆罕麦提，你叫什么呢？他阿卜杜拉。阿卜杜拉，那就叫你阿卜杜拉。我10岁了，今年11岁。对。你上几年级？4年级。4年级。对。你上几年级？我一个班。我当一个老师。你想当警察？你想当警察？对，警察当的话最好。你想当老师？你想教什么？除了语文，你语文不好是吗？不是语文，我不喜欢语文。数学我最厉害。能考到100？能。厉害。英语也能。体育老师，我当的时候。你不是想当警察吗？不当了。又不当了，这么快你的愿望就改变了。警察在不上班，也不下班。不下班是吧？加班很厉害。对，我也不喜欢。当老师有寒暑假是吧？对，1个月有很多钱。6000多。你们这边老师工资这么高啊？你朋友他们在里面踢球。这个青蛙巷就是《爸爸去哪儿》第3季刘烨他们住的，这里可以免费参观。这是一个小院落，上面搭了一个棚子，这小棚子坐在下面喝茶，后面是葡萄藤，还挺舒服的。墙上挂的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，都用3轮车拉着吆喝着卖，也挺多的，有豇豆、青椒、大葱。谢谢。没事，来，你把我带到大门口就好了。你一个人过来的吗？对，我一个人过来玩。这么晚了？我出来逛的比较慢，然后就天黑了。要不然我要走好久。好，你们慢点啊，拜拜。刚刚是那个大哥主动停下来问我要不要坐车的，因为那一段路就是在村子里，走到门口还有很远，大概有6、7公里吧。如果自己走的话，我估计要走1个多小时。太感谢他们了，小朋友还蹲在前面把位子让给我坐。我现在是在吐鲁番市上山县的库木塔格沙漠。待会儿去冲一下沙，然后看一下沙漠日落。出发了！还有点失重感。把我的鞋子留在这儿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